好。台哥，我们有新员工来报道，对不对？没有，我只是来实习一下。实习，因为我觉得大家呢，对于总统府的幕僚都非常的向往。台哥，我们这边没有实习，只有真枪实弹。该不会这个位置是我在要请坐，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已经开始了。没错，不好意思。台哥，你的工作正在这边，所以代表马上就要上工了。马上上工了。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很好奇，请问一下，都要这么早上班吗？我跟台哥说明一下，我们幕僚不是那么早上班，幕僚是没有在下班的。又是一个没有下班的职业。哦，毕竟这个国际的事情是没有时差的。对不起，我可能有好奇再问一下，你每天睡得好吗？没有一天睡得好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力量支撑着各位啊？我知道。薪级吗？如果按照时薪来讲的话，我们的时薪都不高。那我们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我们很有成就感，为这个国家做事。哇塞，那这完全要靠热情哎。今天因为刚好是520嘛，每年的520都是总统就职的周年，所以刚好今天总统也要召开一个记者会，跟大家报告这7年来国家做了什么。好，那我应该讲说不打扰各位开会还是什么？不是来开会，还是睡上工了？打扰。比方说以一个记者会，总统的记者会来讲，其实它的细节是非常多、繁琐的，很繁琐。那包括了等一下要主持记者会的发言人，这个文稿小组每次都改的40-50个版本。也好奇的问一下，就是比方说这个文稿我们交给总统以后，他可不可以脱稿演出？他如果面对记者，他常常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是脱稿也是正常会有的事情，但是总统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是，所以每一个字都非常具足，非常谨慎。了解。那还有其他的，包括新闻的这个媒体的沟通、直播的事情，有时候直播的服务没有很好，还会有民众写总统信箱来表达意见，大家都睁大眼睛在看。对，因为很多民众他是负责校正的工作。真的吗？大概稿子的部分，刚好这边应该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也有搭配简报，所以总统在讲话的时候后面会有简报，包括总统几个重点啊，会后应该图卡跟社群的部分都有做 stand by 的，对不对？记者会到一个段落之后，就要把重点先及时的发出去，这样子。那媒体的部分今天应该问题会不少。是我们今天在总统致辞完之后，我们会开放媒体提问，原则上是开放让媒体都问到饱，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这样子。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台下当啦啦队。那台哥呢？台哥今天我应该是啦啦队吧？对，那接下来工作会越来越沉重。是，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重要行程其实很多。是可能包括了一些国防的行程，像我们的潜舰国造快要下水了，它包括可能也会有外交的行程，那甚至有一些产业的行程，总统也常常会下乡跟产业界座谈。我觉得我应该只能略窥其中的1、2了，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辛劳，我从刚进来就已经感受到。不会，你没有略窥1、2而已，对，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了，你会看到很多，对，好吧，那就请刚浩兄多多帮忙，谢谢。对，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先礼后兵，好话都讲完，接下来就是要直接上场，直接上场了。每个新的员工来，我都先讲好话，然后后续要慢慢自己体验。我可以也再好奇的问一下嘛，会是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玉成，你都几点起床？我6点20分起来之后，我就开始先看新闻舆情，然后到晚上大概12点。所以没有说什么工作8小时，然后就下班打，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轻松。那请问3餐有包餐吗3餐我想阿红会帮你处理。时间是可以固定吃饭吗？时间要怕吃饭时间不太固定的话，血糖会太低。这个工作血糖太低不是问题，因为通常肾上腺素会很高。好，我大概了解了。好，那我们就上工吧。上工了，谢谢。上工。
欢迎刚浩。谢谢台哥，刚好欢迎台哥。这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位总统府的这个从业人员。今天你也要加入我们？我是当做这个见习，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就可加入我们以就可以进去了吗？大家很好奇，总统的幕僚到底在做什么？比如我们今天一大早。其实我4点半，老实说，我为了今天的这个工作就已经起身了。那你很适合当总统的幕僚，是吗？对，你知道每天早上报纸4点5点就开始印了，所以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都很早起床，就在整理新闻。我们现在的时间接近8点，对，待会8点就会有。所以他们是一边看这舆情，一边先送报就对了。没监送哦，我以为他有在监，不用送报，不用监送报。不过我在讲，真的是比方说我4点半我就去，结果总统其实马上也要到现场。今天我们开始的第一个行程就是有一组人在办公室在开舆情会议，今天是 T Pass 的 T Pass 哦，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刚刚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则新闻了。T Pass 我们今天启动，如果台铁有误点不赔钱。没有，我们今天是上班日的第一天，我们上班日第一天，对，所以有很多上班族，他们今天是第一天使用 T Pass，待会总统就会来看一下使用的情形。而且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的一点，比方说不仅是北基，其实已经伸广到桃园。对，然后1200，知道吧？这个太离谱了，就对太便宜，搭火车的人来说会省蛮多。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很多通勤族，对，中部、南部也都有，对，观光客来的话，他超过5天，他也可以，所以对他来说也很划算。很多国外来的朋友，你真的要多利用啦。有那马来西亚来的吗？新加坡咯，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在集结。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像 T Pass 这样子的一个 idea， 谁发想出来的？是交通部吗？待会可以自己问总统，我直接问总统。对，会不会是总统想的？你可以问他。总统会不会常常自己在家里想一些梗？对，他有很多你都会想吗？他是一个政策控，他会一直在想说，你看他现在任期剩下最后1年，然后他每天还在说，哦，他可以在做什么，他是很勤劳的人。是，所以你自己待会问他。是，你还记不记得最早的一个任务？对，是几点吗？应该是国庆吧，国庆我们可能几乎没有睡吧。国庆的时候，大家会拿到一个稿子，可能印刷厂4点多还在印。所以其实总统他大概4、5点也已经开始准备 stand by。差不多，我的角色就是他的文稿小组哦，对，所以我们都会帮他。你算是就是文胆。哎，我不敢这么说，对，不是，我就帮他准备他的公开的演说的稿子。哇塞，真的很了不起。但您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多久？我奉献我的青春，对，从大学一毕业14年，对，差不多。我现在已经30多，你有30多岁？对啊。那这保养真的，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的保养都还蛮好的。这么摧残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以这样，感觉上好像大学刚毕业。如果我没有从事政治工作，可能看起来更年轻。那你自己本身专长是什么？完全跟政治没有政治无关系。学什么？我是学建筑系的。你是建筑系，对啊，你不去盖房子？我研究所我们老板本来是在盖房子，你要不要加入？等我失业，有一天失业的话，再跟你们老板应征。这个我要问一下，其实你刚刚讲到失业这个问题，这个幕僚会不会就是跟着我们总统走？总统的任期满了，你是不是也就届龄退休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吗？对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有国防安全的这个考量。总统在卸任以后，可能有几年有一些国安的限制，你会被限制20年不准出国。我应该是还好，没有。但是像发言人啊，然后副秘书30年不准出国，他们应该是3年了。哦，3年，是3年，3年不能出去。他们是出国要报备，因为我刚刚看到那边已经有很多，有没有？请谁中谁逼的？对，今天主要是跨了好几个单位。我今天这样子应该瘦下来了吧？你有看《一日宪兵》吗？我看看。这个问题你待会问总统，我不方便评论。你先评论。因为上次是他讲你。那时候你好像有点胖哦。你说总统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我今天要问他一下，说我有没有好一点？我本来是想说，今天可能这个行程要跟你们一起参与，对，一起来设计这个行程。但是因为我们前面可能有别的拍摄，来不及。没关系。后面有没有机会？你以后有的是机会。对，真的吗？我等下还想问他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很不礼貌？你这么累，你干嘛要干总统？你可不可以干点别的？你可以问他。对啊，比方说你去大学教书啊，当个教授啊，对不对？或者说是你去随便都好啊。他以前我记得他在陆委会嘛，对吧？对，他在陆委会。陆委会很凉啊，为什么不在陆委会？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对，为什么不能？话先别说了。先别说这么早。
现在不只是说他当总统，马上有3个人抢着要当总统，为什么这么累的活有这么多人要干？每天睡不到几个小时。对啊，很苦哎。而且当总统是很孤单的事情。你要想你去哪里，说这么多人围着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真的放大检视，要搭个捷运都一堆人围着你。哎，对啊，就连放个屁都不轻松。有啊，你还是可以放，还可以这个。哎，今天我这个跟刚好算是第2次碰面。对，我希望刚好学长能好好的指点我，我当然会跟着你。不要说学长，对，大家今天来到互相支援，互相支援。谢谢。对，不会因为是学弟，你的事情就比较少。真的吗？哎，这么狠！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了。对，马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总统的一日积极行程。多多。刚好学长，你看一下左边那边，就是其实他们都理着平头，然后穿着像中山装类似。他们是先遣人员，该有的动线全部都拉出来。因为今天这个是开放，所以他们维安的层级是拉到很高的。但是你看呢，我们却还是能够让旅客还是可以这样。对，因为我们的原则都是说不要妨碍民众，因为不要让民众觉得说因为总统要来，然后搞得好像皇帝出巡，对，好像其实这样子很不好。对，街道清空啊，万民跪拜啊，那我们其实就是大家都正常都 OK 这样，因为其实台湾治安都什么的都还是算蛮安全的，总统连妈祖绕境都可以去了，那这个应该就难不倒大家。所以我们每次的这个 schedule 的这个时间，其实都是算得非常精准。我们都算得很精准，非常精准。好可怜的总统，大家不要小看我们去每一个地方。所以水户其实看电影也看着心神，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啊，看着心神不宁。他们是盯着总统看。他们现在已经在跟交通部在对流程，8点了嘛？8点，对。所以总统是预计就是9点45到。9点45到。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待会我们会走一次流程，今天动线的流程啊，我们会开一个小组会议，对，但他们已经会前会已经开完了，所以我们待会会走总统的动线。好啊，媒体去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对，这是我们在现场主要做的。是，总统进车厢，然后媒体又再进来的话，就乱，民众就不用打了。所以对，所以我们总统是跟民众一起的。对啊。那有碰过说蔡总统，请跟我签名好不好？哎，蛮多，他行程没有很赶的话，他可能会停下来。他有时候很赶的时候，他会说打个招呼啊，不好意思，就跟你刚刚。对啊，真的有些时候在工作。你现在是我们名气最大的幕僚，千万别这么说。我还有一个角色是，因为我要负责总统的讲稿嘛，他身边有一个国安，他叫做座官，座官通常都会回传给我们说总统有没有改稿，他如果有改稿的话，我们立刻修正，然后现场立刻印出来。对，总统的车上都有印表机，总统手上的就跟我手上是要一样的。那我就等一下就跟着你。对 ，OK。不过他们。好，这位就是一直发言的发言人，是到现在还没好的发言人，还一直没好，一直没有。预产真的是。所以刚才您在陪总统，还是说之前在预备什么行程？我其实刚开完我们早上的舆情会议，因为我刚刚也跟那个浩哥讲 ，T-Pass 要启动嘛，对不对？但是呢，台铁说预点不赔钱，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跟总统解释？我们会先把交通部，其实他昨天有第一时间他就先发了新闻稿做说明我们这个状况其实是怎么样怎么补充，比如说我们会加强人力，那我们昨天已经把相关的资料跟数据都马上送给总统参考，我相信他们会做最好的严厉措施。所以等一下总统就会到现场，在这个之前。您来的话要您的部分，您还会准备些什么？我们因为今天是公开的行程，先有同事会先把媒体的定位先排好，在哪个角度拍摄总统看起来最美。敞开的时候的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下午，今天是早上。是，然后因为我们媒体可能会很多，那大概管制线大概拉到哪边，好，然后不影响现场的民众。那另外是比如说媒体可能会有要问总统问题，我们会先了解。那您觉得这1年来跟总统的相处？
您觉得总统的什么好相处跟不好相处的地方？他其实在讲正事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人，然后他很政策控，所以他的政策细节数据他都非常精准，所以我个人是跟他报告事情的时候非常紧张，要尽量把所有的讯息都先读过，不然会被问到。这是我目前还要在学的部分。有被问到过吗？有。真的、啊？哇塞！有没有糊弄总统一定知道。他知道，总统大概可以容许几次糊弄？应该没有这个数字。一次都不行。非常严谨。部长你好。部长他会跟一起谈。意見係點啊？他等下會跟我們一起。做回來跟老闆的時候。謝謝，感恩多感恩多。請過。謝謝部長。你選過嘢？謝謝哦。OK。辛苦了各位。登機了。謝謝ます。我們要先在這邊。第一次跟总统这么接近，其实心情很高兴。他今天要第一次跟总统报告事情，对，报告事情会紧张吗？其实还可以，因为我当宪兵的时候比较紧张一点，因为那时候身材不好。我今天身材好了，我不会紧张。等下总统。总统好，总统好。这是我的幕僚长。是我亲秘书长，部长。没有，我最主要是今天呢一来呢，希望总统先验收一下我的体格有没有变好一点。上次宪兵的时候被您这个一提醒以后，我回去非常的积极锻炼。可是你的身材算不错。OK。那时候为什么会讲？是因为我们的宪兵的身材更好。对。所以我是拿宪兵的标准来看，那就对了。所以伤到你的心思。不会。我觉得你应该以特勤的标准来看待我，因为我准备要去特勤报道。差更远。差更远。可是今天我觉得刚刚一来的时候，我也先碰到部长，是这个 T-Pass 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变成是幕僚，你也要有一张，因为我常会派你出走去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负面不好意思，我先开讲。哎呦，不好意思。幕僚的一定要有这一张。太棒了，你看到没有？四处走。基北桃，造福我们很多通勤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住在哪里，选择变多，不只是说你要选在都会区。那对都会区来讲，你不会那么拥挤。那你的生活品质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住会更好。这我想请问一下总统，就是说，比方说，但这个可能对两位有一点不礼貌，我可能要问一下，比方说上一次的选举啊，这个北桃、北基4个都没有，当时的这个政策可能是有在推行这个，好像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怎样，结果在没有中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行？那你在公众卖者嘛？阿你讲，我们做不礼貌。不会啦，这个拍子。确实，这个政策是在选举的时候提出来的。对。选完以后，我想想，这个对整个国家来讲还是好。是好的，当然是好的。就拜托行政院来做整体的规划。那这个行政院尤其是交通部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当时倡议的时候，是考虑到刚讲的降低上班族负担，对，这最重要，提高公共运输使用率，分散都市的压力，大家可以住远一点。然后后来选后，总统说，我们不因为选举输赢改变我们的政策，照顾的是人民啊，因为我是要服务市民啊，而且每一个现在
北北基桃的首长都赞成我们的政策，是规划是中央，对，那地方也有点分担款，是。我这个现在做的不是只有北北基桃，我们还有对全国的，对，投苗，对，都有。然后将来会越扩散，其实真的很可能全台湾都会做这个，苗也会上路啊。整个这张卡就这样一直都可以用。这张就是它叫月票，对，所以你到捷运站或我们台北车站去设定你这一天来就是1个月。就120你吃到饱啊，所以你如果一段时间你那个不用，你也就不要去设定。它就是你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了。对，你也可以说，比如这个月不在，我就不要设定了。还有这么好的好处，不是说你不是贵给的吗？对，不是每个月要缴钱。所以愿意再像这个政策推行的话，也是总统您的意思。对了，选举完了我还是总统。对，照顾是全国的。像我今天第一次担任您的这个幕僚。我上一次跟那个浩哥刚好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辛苦，就是光是他们这个，就是每天要负责的事情，还有早上我们7点多就来，但是总统您也是9点钟就来了，也是非常的辛苦。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工作，还有这么多人想当总统？我现在问恰当吗？不恰当，您要说不恰当。其实是5点多就开始，对，我要克制我自己啊。是7点半之前、8点之前不能打电话给我的幕僚。对，他们刚刚都跟我讲了，您经常5点多就起来，尤其是比方说国庆的一些文告啊，或什么4点半，你就会起来要准备这些东西。当总统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工作，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那几乎是24小时，对，都在这个对。你说这个叫辛苦的话，那真的也是辛苦。对啊。但是值不值得？我觉得是值得，因为你可以做很多事在这个位置上。是。当然就是说很多国民的期待，你都必须要想办法去替他们做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压力。但是当你做成的时候，你又觉得说这是值得。那您对于您的任期，比方说还剩下1年来讲的话，后面的这位总统，您认为是他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呢，还是说他应该要萧规曹随？每个总统无论是不是跟前任是同党，他当然都有自己的想法。对。而且不同的时间点，台湾的这个整体的需求、是政策的方向，也都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是。我觉得一个总统从他接任到他进入到一个完全是可以很有效率的发挥功能，还是要有一个时间。我是希望我以现任总统，我可以替下一个人的总统把这一段时间把它 cover 住，让这个整个国政不会因为这个总统的更换就缓下来。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现在在做的就是1+4，就是我的最后1年跟下一个总统的4年我去把它基础打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下一任总统更多的余裕去思考未来的需求。以总统您来讲，我光干幕僚第1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睡不太好。我睡不太好的原因是，我觉得说，我怎么样子把这个行程把它安排好，我们怎么样让它更近完美，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在公诸于媒体的时候，让媒体更加了解说，其实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让民众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福利，其实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更何况是总统，你每天想的事情，不可能是只有今天这个 T pass。但是问题是，总统不可能一个人做总统。对。总统是带领的一个团队在执政嘛。对。那在这个中间，那个就一群幕僚，他会做好这个连接的工作。所以幕僚确实很辛苦。所以我每一次拿到我的行程，今天要去哪里，然后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这个幕僚都要预判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对。然后你想，他在写稿子的时候，很可能是这要2-3天以后才用得到。是。讲稿要用的前1个小时，他可能还要再看过一次。幕僚要有幕僚的性格，你有这个性格吗？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到懒，比较喜欢祥和的生活。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这么样子的神经紧绷，而且他对自己的时间，他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就像你讲，他必须配合所有的他总统的行程，还有总统所面临的问题，跟总统一起出去。
我快辞职了。哦，不是，没有，我可能会辞掉我原来的工作，想来挑战这样的工作。幕僚就需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精神。有没有就是总统，比方说在行程的安排上面，讲稿发现到什么错误，幕僚很紧张的？他就是不紧张，我也弄得他很紧张，因为我常小题大做，要他记住，下次不要再犯。那您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比方说指正他，安慰他。没有，他们发生什么事，我就牵起来打一个问号，说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刚才第一天接触，我就觉得是非常战战兢兢的。你要晓得，总统犯一个错的话，不是只是一个人犯一个错，是，他会被记下来，是，然后电视会不断的转播。对，如果你有10家电台，就乘以10，就犯了10次。然后他每一天播10次的话，你就犯了100个错啊。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喜欢媒体？总统啊。没有喜欢跟不喜欢的问题，每件事情都是我必须要去面对，要去承受的，要承受。那总统像比方说这么多的国际民生这些的大事情处理完了以后，等一下中午想吃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吗？这个很重要吧？我们国计民生是大事，讲完以后我们也要过几下巴豆，但中岛要吃啥？你也想这个代志。以前会当做总统以后没时间想，然后东西端来以后，我们就说今天吃什么呢？然后看到喜欢吃的就是一阵就高兴。如果说刚好端来这个东西你不是太喜欢吃，怎么办？总统要有一种精神是要的，叫做逆来顺受。那你会不会因此而跟您的幕僚讲说，下一次麻烦一下，我不要加香菜，类似这样？不会，我的幕僚其实他们都很会观察的。OK， 我全部吃完就是 OK， 的确是，我都是全部吃完，都是吃完，胃口很好，不会浪费食物。其实我蛮好养的。总统会不会就是说到了哪里是很高兴要去尝试这边的小吃？那当然，如果前面没有摄影机的话，好吃的东西我都把它带回家。我一个人在房间，我怎么吃都没有人管我。慢慢吃。那如果说下一届的总统不是这样子的理念的人，你会不会担心？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您懂我的意思吗？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是太方便说，万一又这样了怎么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是我一转念，我觉得民主社会都是人民共同的选择，是，那我们也必须共同的承担。是，下面一个总统他怎么做得好坏，其实是人民集体的一个判断。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经验是什么，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说这个。你看，对的，每一件事情。它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它是会有不同的样子，对，政策需求是不一样，是。您想过您会当总统吗？之前没有，完全没有过。总统，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人？你看你也知道吧，我是处女座。处女座。哇，请问你的头发怎么了？我头发就把它绑起来比较舒服一点。那问题是为什么要有一颗球呢？这个还不错，还蛮好看的。琼妈给，来。所以您先走，谢谢，谢谢总统。那个浩哥，我想请问一下，刚刚这样子一日目前的第一天还可以，还 OK， 还 OK 吗？还 OK， 问话还算得体 ，OK， 还可以吗？对你都是充满微笑 ，OK 吗？你自己在问话的时候，总统会不会对你微笑呢？我是不敢坐这么靠近啦。是哦，对，我真的很靠近哎，很靠近啊，超靠近的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听那个观光客来台湾的状况，是交通部有规划一些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措施。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600万，600万应该可以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往最近的状况都蛮好，对，来台的人很多。总统走路好像比开车还快的那种，因为国安会围着他。
个起个大早，刚好哎呦，厉害厉害，走了走了。今天又是6点多，我差不多4点半就起来了，很奇怪，因为老人你知道吗？到底睡了没有？其实是我也不知道。你越来越适合当幕僚了。真的？大概都几点起来？平常一般时候上班的话，大概6点、7点、6点、6、7点就要起来。对啊。前一天睡觉呢，大概几点？不一定，像我昨天处理稿子，到很晚。快12点，有没有加班费？有啦有。有吗？真的假的？没有该加班该报就按照规定。按照规定是。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跟学长您学习规划总统这次的行程。对，我们今天要去台中，接下来几天要带重要的外宾。我们今天要带那个巴拉圭的新任的总统贝尼亚。Viva 巴拉圭 ，Viva。他会说英文，英文很好的。我们正式的场合还是会翻译，平常总统也可以跟他讲英文。所以今天我们要先去看这个路线。对，我们的国安同仁会去吗？会，他跟我们一起搭高铁，我们会跟他们一起移动到审计新村。今天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总统，又有外宾，去的地方全部都是民众，对维安的考验会是蛮大的。那我们会去自由市场，自由市场早餐还不错。应该不会。我们去完审计新村，我们要带外宾去喝珍奶，所以我们今天会有2个点这样。好了，那我们今天我就要跟着刚哥呢，去好好的当另外一日的幕僚，场勘。还有一个很奇怪，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班，每一站都停，连苗栗都停？因为我买不到车票，我太慢买了，就是这个原因，只有这个原因。对，我说奇怪，我以为每一站都有国安要上来。没有，是因为我太慢买了。喂。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这我第一次来，真的假的？真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审计新村。审计新村，审计新村，应该会蛮喜欢的。以前林佳龙当市长的时候就有了嘛，所以我们有问了一下他的意见。那所以我们会准备什么让我们的嘉宾来尝鲜呢？我们想让他试试看杏仁茶。杏仁茶好，可是杏仁茶会不会有一点点危险？你刚刚跟他讲，会不会？对。可是我超爱杏仁茶，你知道杏仁茶他就是喜欢的会很喜欢，不喜欢会这样。你是反对吗？对啊，我不敢，我就是闻到杏仁茶我就会走到旁边。你就走到旁边。其实也看看那家店里面如果有别的选项，也许可以让他。对。我们讲说，吃了一个别的，然后就说，我们有这个台湾非常有特色的叫杏仁茶，您要不要试试看？对，也许可以尝鲜。对，如果说他吃完之后，It's really interesting， 那我们就大概知道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们等下还会去场结束之后，去春水堂啊。去春水堂。第一家珍珠奶茶。OK。我们让外宾摇珍珠奶茶。我们排了40分钟左右，让他们可以尽情的探索一下。现在来到这个春水堂，这等于是说当天的行程的最后一站，总统跟外宾的最后一站，还有别的，外宾后面还有，对，外交部长会带他去其他的地方参观，再走一走这样。对。那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对，我们今天场勘就到这边。对啊，因为我们是负责传统的。对，所以后面的外交部他们会继续去场勘。等，会不会去看那个台盐的水？应该是不会，也不会对。对，这个总统讲说台盐水是我代言。不是，那你下次就拿一瓶水给总统，这是我们台湾最好的水，然后上面有印你的照片，以为你要选区。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那天就是会有各大媒体都会一直跟？这边我们没有采访，所以如果记者知道的话，就是你。这边所有嘉宾都可以看到，然后这边就在这边走，因为这边比较宽啊，这样比较放特别。这边是老白人，那就把那个包车写。
我跟你讲，真的是厉害。这个整个的行程下来，我觉得今天呢，相当的精实、丰富了。这就是我们幕僚的日常。对，这是我们的日常。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嘉柔学姐她就会想说，哎，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你们都会想很多。像你，我刚刚也被大家那个好像影响到，我好像有点开始 gay 波一点。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是蛮好的。你的 idea 都很棒。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去哪里吃饭？等一下去吃饭。已经饿了。我不行了。所以要吃饭这件事情呢，我刚才都已经 search 过。你很周到，知道吗？这附近有一个叫万和宫，旁边的南屯市场，对，有一些小吃，我们去吃看看。好，OK。那接下来就拜托你。好，今天呢就又起了一个大早，再次跟我们刚浩学长呢一起国家太空中心，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太空中心呢是我们早上一大早总统的行程，第一个行程。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太空中心呢，其实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太空研究发展系统，基本上是我们总统就任之后才开始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做太空的东西。那所以今天总统来的目的是？猎风者，我们要把它送出去了。今天要送出去。对，所以我刚刚问太空中心的同事，他们说他们今天是一个嫁女儿的心态。待会我会介绍一位重要的贵宾。好，欢迎我们这个太空中心的呢吴中心吴主任，主任您好。大家好。主任好。那我想请教主任，像主任您在从事太空计划的这个研究已经多少年了？从您大学毕业以后就 devoted yourself to this area？ Not really 。那其实我的 PhD 在美国是 aerospace， 但是我回到台湾第一个工作1995到1998是在这边工作，然后后来我到交大去，后来又跑回来。我们目前有发射卫星，像比方我们把它知道猎风这个卫星以外，我们刚刚也看到已经有太空人掉在那个地方，这个算不算是我们将来的理想？这是因为太空人要送太空人到太空是很贵，台湾是一个小而美的国家啦，是啊，我们不可能像美国、日本、中国说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可以逐步的建立我们太空科技还有产业的基础的能力，一步一步往上叠。是，只要有可能性的，对，我们都尽量去做。哦，这谢谢主任。对。多少？出现了。今天穿得很整齐哦。给你个赞。谢谢。你得到称赞了。It's really my honor。我真的看到你就停一下，对，你得到好关注。我去可以递辞呈了吗？没有，这样子更不能递辞呈。其实这种会议总统还蛮多的，北中南的都有。这些行程是不是应该在选举前4个月就发布，然后让想选总统的人就说还算知道有多累，算不算？我不选，太酷了，真的是。刚哥你所讲的这个，在当幕僚的时候，参与很多的会议啊，然后可以听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精辟的意见。对，我觉得很厉害。科学园区的一些大佬们，对于我们未来科学园区的展望，国家对于科学园区的重视，人才的培育，各项的问题都提出来，我觉得是很厉害。40年真的不得了。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总统没有看稿，侃侃而谈。其实他本来就可以不用，非常了解，尤其是面对这种产业的跟台湾发展的事情，他个人是非常在意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下一个行程？对，外宾的行程。
你以为今天就结束了吗？哪有那么容易？我要从新竹现在赶到台中去，好不好？好，前天才来的场刊，对，今天呢，总统就要带着我们的巴拉圭的总统阁下，对，来这边参访了。今天也算是验收场刊的成是吗？是。其实我那天其实表现你说还，我觉得还 OK 了，注意到一些细节，对不对？整个车队呢都是蛮准时的。今天的人潮看起来也还 OK， 还不错。对，他们是应该是知道今天这活动来的，应该不知道。不是哦，不过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是便衣啊。是啊，待会看你看不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啊。刚刚那几位穿着中山装的全部都是便衣。好了 ，OK， 我们就位了。对。Inside. How ar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Yes, you don't find it too hot? No. Wow. 一边是我们台湾的，一边是巴拉圭的。对。谢谢总统。Very refreshing.我刚刚看到外宾有没有？巴拉圭的总统还有夫人，应该是女儿吧。隔壁桌好像玩的比总统还开心，对于两国的邦谊真的很有帮助哎，真的太好了。今天这个活动是台哥安排的，算是我吗？我有算到。有，当然。明天马上正式。明天来上班。这个证可以换证吗？换一个正式的证。这么肯定？其实这个成就感就这样来了，对不对？对，我幕僚成就感。但是我还是想睡，怎么办？今天刚超一天，今天结束了。反正我看到他们很开心，我心里也是非常开心。而且台湾民众其实真的是看到元首加上其他外国人，是就很热情哦。我们也其实要说吴部长很辛苦，办这个出访很多细节是面面俱到，绝对不能怪一漏万。是我们有所谓的幕僚餐吗？有所谓的有吗？我们有真奶，有吗？有幕僚真的？有幕僚真的，有真奶。有的，再累都还是有真奶。还是有的。台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个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那天大家运作的状况。很好。那我先说，我觉得那天社群的表现是还蛮好，因为我们照片抛出去之后，现场有民众的互动，然后也有摊贩的互动。当天他们跟民众很亲近，所以其实画面还不错，蛮漂亮。我有一个小小疑问啊，就是比方说像我们总统很亲民嘛，巴拉圭总统会不会害怕？我相信巴拉圭总统他在巴拉圭应该也都是这样很亲民的形象跟大家互动的。因为他年轻一辈的，所以他选举期间的时候，他也都是走了。也是这样，亲民。也要感谢台哥那天场刊的时候帮我们塞了一个很好的照相区。对，我会觉得以后如果可以再安排这种行程，让民众看到总统在做外交。我们台湾人真的很热情，就是很喜欢把所有东西都要给他塞过去。而且我跟你说，总统就是他遇到民众很热情，他自己肾上腺素也会起来。他就说：“你看这个帅哥总统，对，真的是帅哥总统哎。”当天的气氛非常好，是蛮好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因为我们要去汉翔 Challenger 系列的商务客机第1000架的机尾的交升，对我们来讲也是蛮荣誉的。我们时间是会定在下午的3点到4点，那总统到的时间可能会
是3:10。我们到了以后，我们会先欣赏整个介绍这次的这个影片。我们最后会请总统上台致辞以后呢，有个接彩的仪式啊，有4个梯次的合影。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当天的媒体，一个是媒体会随行吗？那这媒体的部分是说，因为这个是在那个汉翔的工厂里面，尤其他们发采访通知。那当然我们也会发，不过他们采访通知是说发出去之后是要让媒体报名。那除了总统致辞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影像素材或是其他的画面可以提供给记者？现场会播影片，素材也是可以给媒体的。那基本上这次的梗就是说，台湾制造，我们可以站上国际。那台哥因为这次的那个汉翔是在台中嘛，所以这次有帮你安排了上总统的专机，我就可以坐空军1号了。对，哇塞！那我们可能会在专机上面跟总统报告一些事情。OK， 希望你可以体验搭总统专机的感受。太好了。我跟你讲，真是祖上积德了，这个居然可以坐到总统的专机。我这。总统好，不敢，总统好。哎呀，总统真的 ，I'm so proud of company with you。真这样子吗？真的。当时不是在捷运上跟我们坐在一起吗？对，可是在飞机上还是这头一次。飞机上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去汉翔，有点让我很惊讶的是说，因为我知道汉翔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公司，像以前 IDF 的战机也是我们自己造的。但是我没想到说，像 Bombardier 这样的一个公司，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变成一个在商用飞机上一个合作伙伴。尤其是我们今天是要去交机，如果没有我们这后半段，一北不会。我们汉翔是88年的钻石级的供应商。对。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走向。就是说，我们的国防工业都走向军民两用。是。我想就是说，我们有制造军用飞机的经验基础，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这几年 F16的提升，是。那带动了这整个量能的累积，那整个这个汉翔的规模跟它的量都可以更做一个更有效率。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这样问的，因为我也很好奇，之前总统也曾经去太空中心，我们的TAFA，那么我想说，将来这个飞机的工业跟太空的这个产业，会不会是我们国家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一定是的哈。它不只是它在国家安全上的意义。台湾其实有一个产业是很重要，叫做精密制造。对，我们的很多零组件的制造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当然，在现在的基础上，它不会停着不动的，它一定会不断的在往前走。比如说台积电，它从成熟制程走到最先进的制程，那它的技术每天都在进步。前一阵子才有这个它的研发的机构的正式的成立。很多人担心说，那10年以后我们还有没有半导体产业？对，我的答案是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它持续前进的这个动力都很强。有没有其他的产业，其实也是总统很关心？我关心的产业太多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很有潜力的，比如说我们的设计产业、新药研发啦，或者是医疗设备的器具的研发，因为我们的长照产业很大，很多的资源我们都必须用在每个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等我们飞机降落以后，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再聊。这问题好还蛮多的耶，蛮多的。因为我觉得我只要见到您，我就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尤其是上次总统您面对这么多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大佬，您侃侃而谈以外，我觉得你是对每个问题是非常了解。这也是我们小老百姓所关心的，因为我们希望知道说我们国家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我觉得一个国家领导者或者说在其位者，他其实就是让人民幸福，就是安居乐业，每天过得很开心，可以上网，然后可以打电玩，
谢谢周总，谢谢，谢谢 ，Thank you。是的，我现在呢在官邸，也就是我们总统的官邸，玉婵学姐，我现在又升级，越报告的事情越 detail。对，这份就交给你。这份对，这是等一下要麻烦台哥跟总统好好说明一下这次出访的行程。总统访问史瓦蒂尼建议的行程草案，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按照这个来报告。没错，对不对？真的 OK 吗？你可以的，你可以。我可以吗？总是怎么样呢？都是要亲自要报告的。总统有时候会问一些细节问题。总统还要问细节的问题，总统还要问。他会。答不出来，这次就不用去了。你看您在吗？我不在，要靠你自己了。真的假的啊？真的。你不在？不在。刚好也不在。不在。也不在。阿红先生也不在。也不在。都不在。都不在。你这次是要独挑大梁。对，独挑大梁。今天看起来身材不错哎，不错。报总统，这次总统访问史瓦蒂尼的一个行程草案，去的时间呢是台北的当地时间是9月5号7点50分的时候呢，总统会有一个行前的记者会，当地的时间4点钟抵达史国的这个机场，戴克里先生呢来代表来接机。5点45分呢，我们贵宾室里面可能会举行元首会谈。备忘录签署完毕以后呢，6点到6点55分呢，我们会先到这次总统下榻的这个饭店皇家别墅的稍事休息。7点钟就是晚上的乔宴，大概有280位来跟总统一起参叙。那么第二天的早上大概是11点，我们要参加史瓦蒂尼双55，也是55周年的这个建国。这是室内的，是不是？室外。对，我们会参观史经政府的医院门诊，跟这个门诊中心大楼级，就是那个医院。6点钟死亡的这个国宴，很有可能是很长的时间。那其他的随行人员，我们继续在快乐谷快乐的吃晚餐，这个我们就不陪同总统。早上的9点半会有一个总统跟随团的这次的媒体的一个查询。地点也就是在皇家别墅。我们在11点的时候呢，会去拜会这个王母。中午12点到2点，跟技术团跟医疗团队的一个午餐的餐叙。我们预计抵达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呢是12点30分。这跟总统补充一下，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行程哦，那个午餐的时间我们可能会提早一点点。这一次除了团员、随员、回来人员大概75个人，行程的部分。总统9月5号当天是早上7点05分离开官邸，然后预计7点40分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哇，辛苦你了，居然把这个细节也都背下来。可以，很好。我们可以吃午餐吗？太好了，太荣幸，我们又在官邸吃午餐。试试看我们大厨的手。可以，来，先。这个会不会太小？要不要再来一个？不会。我知道，你现在在注意你的，所以我收回几年前的那一句话。没有。台哥，你之前有去过史瓦蒂尼？没有，我没有去过非洲。去那么多地方没去过非洲。非洲很漂亮。对啊，一直没有机会去非洲，而且能跟总统一起出啊，我觉得很光荣。因为我们坐包机不用换飞机，所以就速度比较快一点。这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还是有些许小紧张，所以您觉得我今天还可以吗？我觉得我可以给98分，但是今天的报告里面为什么扣了2分？为什么有2件事情？台哥以后可能要注意一下。是。第一个是台哥从9月5号开始报告，但是没有报告到出发的时间。报告那个7点05分这件事情，是我不知道，因为昨天没有跟我讲，所以这个就是要这是你掌握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张谢部长最后报告的是
调整了行程，因为资讯千变万化啊。以一个第一次报告来讲，非常好。谢谢。我第一次跟他报告可能只有58分，真假的，连7分都不到。但是其实我这一阵子这样跟幕僚的工作以来，觉得上上下下真的都非常的辛苦。出访通常都会非常的辛苦，是。对，那有时候像这次出访是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到这里不能冷到，不能热到，这也是一门学问。对，像您的话，出访过几次？跟总统出访过2次，也是2次，上次也是，所以这次是第3次，这是第3次，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对，然后让大家能够过得更好。今年4月跟总统去瓜地马拉，是也去看了我们去协助人家盖的医院。我刚看到部长，我觉得是很辛苦，真的。外交工作是非常辛苦，真的很辛苦。然后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那就当我刚刚没说。谢谢。OK， 谢谢大家，辛苦，谢谢。好，继续跟你好好学习，谢谢。